他将视线移到魏无羡脸上，身下的人迷迷糊糊睁开眼，也看向了他。被那双水汽氤氲的眸子注视着，他不禁有些面颊发烫。当那双微红水润的双唇轻启，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，他再也不想隐瞒心意，俯身吻住那片柔软。可以，你们状态很不错嘛，这么长的戏也能一条过。导演看完回放，对着喇叭就夸上了人。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地垂下眼，其实主要还是靠着蓝湛的引导，他的情绪被牵动着，才能很快地入戏。两人目前还维持着戏里的姿势，为的就是接下来拍真正吻戏的部分时，不用重新调整位置。魏无羡暗暗深呼吸几口气，导演一声令下，他便闭上了眼。在闭眼的同时，激烈的吻就直接压了下来，不断在他唇上撕咬，仿佛想要咬碎他一般。他渐渐的就有些喘不上气。虽然剧本里的这场戏就是这样，可他依然能感觉到蓝湛是故意的。他闷哼了几声，想把人推开，双腿也胡乱踢蹬着，可他被压在地上，本就处于劣势，蓝忘机更是紧紧制住他，撬开他的牙关，狂风暴雨一般侵入着，也不知是在宣泄着谁的感情。明明只是拍戏，可身上的人却吻得过分投入了。虽然钳住他下颌的动作轻柔，但吮舔着他唇舌的动作太过粗暴，且十分用力，魏无羡四肢都发了软，挣扎的动作缓了下来，只能努力适应这种亲吻的节奏。更要命的是，导演那边一直没有喊卡，他觉得自己可能都要窒息于此了，身上的人才微微起身，十分入戏的念着台词：你还有我，我不会离开。可魏无羡此时哪还有心情演下去，他大口大口地汲取了新鲜空气后，突然大声喊道：导演！蓝忘机一愣，身下人又接着请求道：导演，能不能先休息一会，我喘不过气了。他话音刚落，摄影棚内就传来几声低笑，倒也不是嘲笑，更像是揶揄，没想到这位居然如此纯情。魏无羡脸颊发烫地从地上起来，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要了一杯水。蓝忘机趁他走过自己身侧时，轻声提醒道：记得换气。闻言，魏无羡只觉得脸更烫了，他实在是不好意思告诉他，他根本就不会。第二次被压回到原先的位置，魏无羡已经是紧张的不行，肢体僵硬，表情也相当别扭。导演在提醒3次之后，终于无奈道：你们还是先找找感觉吧，我调整一下机位。他从监视器前离开时，嘴里还念叨着：真是奇怪，怎么每次都卡在这些戏份上面，都过去好几天了，这俩人应该谈好了才对。伏在他身上的蓝忘机叹了口气，安抚道：你若是难受的话，我教你如何换气。不用。蓝湛，你……魏无羡别过头，下了10分的决心，说道：你稍微轻一点就好了，我有点……怎么？我有点疼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就在心里暗暗骂了自己一通，这次真是丢脸丢到家了。蓝忘机神色却是突然紧张起来。戏里的情景发生在晚上，棚内的灯光也调得有些暗，他轻轻将身下人的头扳正，迎着微弱的灯光，这才看清自己方才咬得太用力，那人的下唇已经红肿了大片，看起来应是一碰就会疼。他顿时歉疚无比，也立即诚恳地道了歉：魏婴，抱歉，我不是有意的。魏无羡也知道剧本上就是那么写的，蓝忘机只是尽职尽责地表演出来而已。自己这么一闹，倒显得矫情，他心里也清楚，若是两人表演出的情绪有半点不对，导演都是会卡掉重来的。他不想再体验一次被吻到窒息的感觉了，所以最好是能一条过。他连忙道：没事，是我的不好，你就按照刚刚那样演就好，我也会调整好状态，我们尽快把这条过了，行吗？得到肯定的应答后，魏无羡总算是安心了许多，身体也放松下来。这段戏里面他是没有台词的，只有2、3个点头的动作。他回忆了一下应做动作的时机，静静地等着导演喊开始。各部门准备 action。 魏无羡感觉到一只手臂枕在了自己后脑，熟悉的触感从唇上传来。与第一次不同的是，还带了些轻微刺痛。蓝忘机确实放轻了一些力道，借着手臂的遮挡，让这个刻意的动作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。反正这条拍的是全景，
既然这人喊疼，他自然是下不了狠心再次用力。没想到导演发觉了不对劲，直接喊停，对着喇叭对蓝忘机道：“忘机，你把手臂挪开点，挡住视线了。”魏无羡欲哭无泪，冲身上人道：“蓝湛，我说过了没事的。”好。蓝忘机只能把手臂收回，只留手掌捧住他的脸。抱歉，导演，再来一条吧。突如其来的亲吻让他清醒了大半，被侵入牙关的不适感使他下意识挣扎起来。持续1分钟的深吻后，身上的人才终于松开他。魏无羡能听到略显沙哑的声音响起，面前的人定定地看着他，低声地询问道：“酒醒了？记得我是谁吗？”魏无羡说不出话，只是木讷地点点头。你还有我，我不会离开。蓝忘机深情地诉说着，捋了捋身下人的发丝，轻轻擦去他因挣扎而留下的一层薄汗，带着不确定地问他：“你愿意吗？”魏无羡虽然意识恢复了些许，可还是不明白他指的是哪个方面。蓝忘机没有急着寻求回答，只是俯下身，再次在人唇上轻啄一下，轻笑着问道：“愿意吗？”魏无羡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心意，可就在那一瞬间，他却是真的被那人的面容蛊惑，竟鬼使神差的再次点了头。于是不必再有过多话语，混乱暧昧的唇齿再次交缠到一起。魏无羡刚才推着他的肩膀，此刻便顺势搂上他的脖子，任由对方的舌尖扫过他的每一寸。很快，那个吻便不满足于唇瓣，渐渐移动到了下颌，在光滑的脖颈上流连片刻，继续向着下方探去，不料却在锁骨上方被衬衫的衣领阻挡。伴随着清脆的撕拉一声，魏无羡的衣领被扯开，他轻哼几声，抱住埋在自己胸口的人，细声喊着他的名字。咔，过了，现在换下机位，下调拍特写。很明显，3条过已经超出导演的预料了，他的语气都显得十分轻快。两位辛苦了，无羡，把衣领拉上吧。这件衬衫是特意换上的，纽扣系得很松，轻轻一扯便会松开，但是扣子并不会脱落。魏无羡将上面的纽扣一颗颗系回，等着特写镜头的拍摄。特写镜头时间不长，主要是用作剪辑。两人按部就班地亲吻了一小会后，蓝忘机按照剧情走向，扯开他的衬衫，在他颈间吻过几处后，便起身将人打横抱起，直往卧房走去。卧室的门开着，蓝忘机抱着人进入房间，用脚踢上房门，这个镜头才到此结束。这场戏一结束，导演就叫来了化妆师。两人推开搭景的房门，导演就将他们一并喊了过去。现在需要另外搭卧室的景。忘机，你可以先休息会，无羡你回化妆间补一下妆。化妆师，你给无羡补画一下吻痕，嘴唇，就不用了，补吻痕就可以了。导演看了一下那人通红的唇，觉得没有必要再做修饰了。魏无羡听见这番对话，耳根又发起烫来，他不自觉地舔了舔下唇，果然还残留着明显的痛意。站在他身旁的蓝忘机眼底漾起一抹笑，他急着回化妆间，自然也忽视了